台相机我们别的不说，但是有一个方面他们投的精力肯定会比别的厂家更多。我有个故事想跟你分享。你想，它上一代产品叫做 Go 3S， 那么逻辑上这一代应该叫做 Go 4，对吧？但是很可惜，他们那天和我们讨论的时候，李思维也在现场，他说了一句：“那这不是 Go 4就是去死吗？”然后所有人都愣住了。所以他们又开始重新想这个产品的名字，然后我又想到一个好主意，可以告诉他们，我说既然这个它是一个更专业的品类，那我们把它叫做 Go Pro 怎么样？很显然他们也没有采用这一点，所以这一代影视的这个拇指相机被叫做了 Go Ultra。那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你看它和这个 Ultra 的手表确实挺接近的。我们甚至做了一个 3D 打印件，你可以把它这样翻上来，像一个柯南的手表一样拍视频，是不是还不错？我觉得影视应该出这么一个配件。但是无论如何，你会发现影视它并不想用这一代的相机去替代之前的那个 Go 3S， 它们是个并行出现的产品线。就毕竟你看，这个其实已经不能叫拇指相机了，最多叫一个双指相机，2个手指刚好。那它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它有着更大的体积、更长的续航、更好的画质，还有更好的综合体验。那么它能拍到什么别的运动相机拍不到的画面？等到它能解答这一点的时候，那么这么一个分体的构型才会有它独特的意义。让我们先从这个变大变重的方形机身讲起，你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那的确，它现在面对一些狭小的环境，没有上一代那么从容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它的握持感会更好一点。配合上这个录制键，按一下就会哔一声开始录制，你就会有一种拿了一个车钥匙的错觉。我真的很喜欢直接拿这个单机去盲拍，就确实这个相机虽然说它的画质上限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你拿到，你会意识到它的拍法和别的相机不太一样，就是它是随便拿在身上就这样去拍，像是用一个视频胶片机，可以这么理解，就这样去拍它，然后回家以后再来看我拍了什么素材，就是无感记录。这是它最大的卖点，也正是为了进行无感记录，防抖性能是影视特别重视的一点，所以这一代基本上没有削弱什么防抖，和大型运动相机差不多，就还是挺稳的，走着拍或者稍微跑一跑拍，这都没有问题，这也是运动相机应该做好的一件事情。然后这种相机大概率你只会设置一次参数，然后就一直用这个参数来拍，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屏幕设置对我来说不是很影响。但是你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方向一定要是上面这个灯朝上，这个灯左边的再朝下，它才是一个正的方向，还是有点容易搞混的。那这个单机还是和上一代支持 IPX8 级10米的防水，但是拓展舱只支持 IPX4 级的防溅水，所以说装在一起它是没法下水的，但是单独拿出来可以。就论通用性的话，我觉得标准的运动相机会更强一点，所以我其实挺希望影视能推出一个单机的版本，就是价格便宜一点，你别给我这个拓展舱了，你直接给我这个，然后给我个触点可以给它充电，需要监看的时候连个手机就可以了。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它仍然是一个套组，你不能分开来买。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吧，确实也会有这个需求，毕竟它拓展舱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翻过来，然后来进行这个自我的监看。对于很多喜欢自拍的人来说，那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不过这时候你肯定会好奇，它的数据到底是录在哪个部位的？那答案是在这个单机里面，这个里面是没有录制单元的。那相比上一代 Go 3S， 它是机身里面有64G 和128GB 内置的存储，但是这一代的 Go Ultra 版本它没有内置存储，只留下了一个 TF 卡槽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你现在必须非常别扭的掰开这个小机身，然后塞进去一张 TF 卡才能开始录制。当然，这种相机我觉得你对它的认知就是把卡装进去以后再也不拿出来，除非你需要特别高速的传输，因为这个拓展舱的 C 口就是从这里出去的这个数据只有50兆左右的传输速度，所以传素材我真的觉得不算快。我真的很建议影视给它加上一个更高速的数据链路，或许才能配得上 Ultra 这个名声。那虽然数据传输我不能给很高的评价，但是整个机身的固定结构我觉得还是很牢靠的。我们试过多种摔打，基本上是不可能掉出来的。只有按这个按钮才能够取下这个单机，那它的固定结构是通过一个物理卡口加上这么一圈磁吸点来完成的。你看到这一圈就知道它有吸力，那就意味着喜欢玩磁铁的人就会比较有福。像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仰望你的样子，应该没见过这样的视角吧？这就是这种相机的特质。顺便一提，这 Go Ultra 的音频你可以听一下，它的收音模式有4种，然后综合收音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算是这一代比较大的一个改进。但是夸完好的，我们就把镜头切回来。
来。当我们把它拿下来以后，你会发现一个很离谱的事情，这一代的 Go Ultra 的这个快速接口又和之前的 Ace Pro 2和 Go 3S 不一样，甚至底下的这个也不兼容，这就意味着你所有的配件都需要再买一套，这真的超级离谱。同一年代的产品，3个不同的卡口，所以饮食如果说你乐意的话，请出个转接件，这样好歹消费者们不用再去买一套配件，真的很贵。抛开接口不说，那 Go Ultra 的配件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做的也很细致。那比如说胸前的挂绳，这永远是我最喜欢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代可能为了挂的好一点，我觉得有点像我穿了个吊带，就是穿这个 T 恤的时候有点怪，但是吸力是很足的。你看，只要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胸前长相机的男人，并且支持15度左右的调节。那这一代饮食设计了一个小的快拆豆，他们是让你配合防丢绳一起来使用，减少这个相机脱落的概率。但是我觉得这个快拆豆除了防丢的功能，你不觉得它会有点像一个小的潮品嘛，可以挂在包上或者包的任何地方，不装在收纳舱里面，需要的时候立刻取下来拍摄，我觉得还是挺优雅的，都不要放在这个舱里面，这样会比较好看。那我们其实也给 Go Ultra 做了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配件，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价值。就是我们在秋冬季的冲锋衣上面做了一个卡口，以前的话要做第一人称需要装各种东西，要么挂个项链，但是现在你不需要额外在身上加任何的配件，只要这样就能够轻松的拍出第一人称的视角，我觉得应该还是挺原创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秋冬季的产品线，这是一件样衣。那不管你有什么配件，最终的画质还是大家最关心的地方。这一代的 Go Ultra 提供了 1.28英寸的传感器，和 A360X5 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它的传感器其实逻辑上比 Action 5 Pro 要大上这么一丁点，虽然只是一点点啊，但是的确现在画质拿来和上一代的 Go 3S 比的话，这个更小的传感器和现在这个比，画质还是天差地别的。尤其是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和旗舰运动相机来比的话，虽然说我必须得说你能看到它画质上有区别，但是正常人很少会这么放大，已经算是比较能打。那夜景呢？夜景始终不是这类相机的强项，不过相比上一代 Go 3S， 它是有一定的改善的。但哪怕是打开了夜景模式，这涂抹感还有拖影的问题，那该有的还是会遇到的，也是需要你注意的。那虽然它和 Ace Pro 2一样有5纳米的智能芯片，但是毕竟散热各方面会有限制，所以它录不了 8K 还有 4K 120帧。目前16:9或者2.35电影画幅之下，最高能够录制 4K 60帧，还有4:3画幅之下的 4K 30帧。升格也不算强劲，最高只有 2.7K 120帧，还有 1080P 240帧。这个慢动作的画质我真的觉得不算特别能打，而且要面对 1.4倍左右的裁切，所以视角会小一些。反正总的来说，你就不能期望它的参数能和大型的运动相机来比。那 Go Ultra 也没有 X5 上面的 iLog 这个 log 曲线能帮助你来调色，这些都是没有的，比较遗憾。但是它有个运动 HDR 的功能，这个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高光细节还有各方面恢复的都是挺自然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在户外骑行或者有大光比的环境之下，我会挺推荐开启这个只有 4K 30帧的 HDR 功能。假如需要高帧率的话，用不了这个功能。续航和发热是过去 Go 系列的一大难题，那这一代有了一定的改善，我们可以来展示一下。我们用一台分体连接拓展舱的 Go Ultra 和合体的 Go Ultra， 同时在28度的环境里面录制4:3比例的 4K 30帧，分体录制28分钟过热关机，而合体录制持续1小时50分钟电量耗尽，停止录制，也没有出现过热情况，但是机身说真的会变得比较烫手。然后我们又测试了单机不连接拓展舱，持续录制了42分钟电量耗尽，停止录制。所以不知道你对这台相机的续航过热情况怎么评价？充电方面，我们观测到了拓展舱 C 口最高支持25瓦的功率，但是一般在15到20瓦这个区间，大概1个小时能够充满单机和拓展舱。单独使用拓展舱补电的话，大概需要40分钟。那图传也是这一类产品大家非常关心的点，就虽然它画面现在延迟确实变低了，但是传输距离没有太多的提升。这个 Go Ultra 现在最远支持10米左右的传输距离，我们实际测试无遮挡环境之下，大概7、8米左右会开始卡顿刷一些格子，所以无论是合体还是分体，这一代 Go Ultra 还是会有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屏幕预览的画质和录制时屏幕预览的画质，还有实际录制素材的画质，它们3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看到锯齿、噪点和各种瑕疵，但是
实际录出来的素材，我可以向你保证它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产生这个问题的本质大概率还是因为他们芯片的算力没有办法做到最好，或者传输协议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影视未来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好歹连上去以后，它的画质能变好一点吧。但现在没有，所以这大概就是这台相机的整体的这个体验。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相机你会不会心动？确实它很特别啊，就是我不是说不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它。只是说它相比传统的运动相机是有一些取舍的，但是有这么一个品类确实还是会有趣一些。因为你看到今天其实可以分成3个品类，有全景的、硬核耐造的一体的，还有日常记录便携的这种拇指型的相机。影视开创了这个品类 ，Ultra 把这个杆子又拔高了一点，确实很好用。那能不能守住拇指相机的王冠，是我比较期待的。毕竟我们也都知道，行业里面有着潜在的竞争对手。我就说到这，所以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朋友对这种记录生活的相机感兴趣的话，那也欢迎转发给他看一看，也许他会喜欢。也请务必给我们点个赞，对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